我们结婚9年了，谈恋爱的时候他很照顾我，我们也比较能玩到一块儿去。但随着结婚的时间越来越长，可我老婆始终没有一点为人妻为人母的样子。结婚之前他就答应会照顾我一辈子，刚结婚的那几年他做的也挺好的，可是最近这2年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变了。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做事只顾自己，每天只知道自己臭美，花钱大手大脚，一点也不分担我的压力。他这样真的让我感到很累。他现在总是挑我的毛病，脾气也越来越大，我们现在总是吵架。如果他还不找到自己的问题的话，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过下去。让我们有请这对夫妻，有请唐先生38岁，来自天津个体；张女士34岁，来自河南个体。欢迎2位哈。主持人好。是夫妻吧？对，没错。今天是你要来是吧？没错，我想来，因为这个活干的太多了，有点支持不住了。哦，说说吧，怎么了？是这样啊，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俩就刚结婚的那段时间，我觉得还挺好的，因为那个时候网络不像现在这么发达，手机也是比较简单的啊，他也不太爱看手机。现在呢，他每天拿2个大手机，跟焊在手上一样。这为什么呀？手机不离手。也没有，因为我们是开那个化妆品店的，客人嘛不光来自于实体店，也还有部分是网络的。我们有自己的顾客群，我每天也要在里面分享一些护肤呀、化妆小知识、小技巧。所以说呢，可能有的时候是在里面更新产品知识呀、学习呀。我也没有像他们说的那么夸张，一直在看手机什么的。就手机是您的生产工具，是这意思吧？对。我觉得这个只是次要的。他只是就随便解释了而已。每天只要是睡觉8个小时的话，剩下其余的时间，他的手机屏幕一直在亮的状态，哪有这么多工作？是不是？而且还有一点是，每次家里聚会，去到朋友聚会，就是我的那些兄弟什么聚会，一年也就聚会这么几次吧，2个多小时吃饭，他一直在低头看手机，也不与人交谈。我哥们有时候都会问我，哥嫂子干嘛呢？我也没办法解释，我就说，他可能联系大买卖，每年几百万的，我也惹不了，是不是？就是在忙大买卖呢吧？是主持人。哎呦，还真是。他不是，绝对不是啊。是这样的，聚会的时候吧，你说他们一帮从小到大的发小大老爷们儿是吧？我一个女孩，我有什么好说的是吧？我就是无聊看看手机，然后刚好赶到客户来信息，你说我回复一下不是很正常吗？你说我插不进去，你还不让我看看手机干别的是吗？可是您嫁到我们这儿不都9年了吗？对，9年的问题是，你说他们发小，我是1年见不了几次啊，也不太熟悉啊。行，听明白了，就是手机比你亲。手机现在已经变成他的爹妈了，比任何东西都亲。而且因为手机干扰了很大的生活，他什么都不用干了。现在唯独在家里就做做饭，有时候地上脏了，反正晚上回来还是我拖嘛。我早上出门的时候我就拖一下，他也会埋怨我干嘛是这个时间嘛。我就问题是你不干嘛还总要阻止我呢？是不是？行，这个家务你干得多，他干得少，对吧？2个人应该有孩子吧？有孩子。那孩子谁管啊？孩子现在正好是8岁啊。我那可以说生孩子那时候是自己管的，自己养。1到3岁那段时间，确实他比较付出辛苦，而且那段时间也干家务，什么都干，带着孩子也干。自从孩子上学以后，什么都不管了。家里2辆车，空1辆也没有用，他也不接送。那孩子怎么去？我接我送啊。哦。我不是说不接送，有一段时间我也接孩子送孩子。但是我说实话，我开车特别少。送孩子的时候，学校门口车比较多嘛，然后不小心刮到大哥后视镜了，弄得我心里就特别就是有阴影。对，有阴影，心虚了。送孩子是不能开车。对。哦，明白。而且我觉得他送孩子比我更安全，因为毕竟车里面还有孩子呢。就算他说他这样解释通了，就打算他以后不开车了，车本白学了，是不是？我可以接送孩子，但是回来的时候起码你帮我一块管教他，对不对？每次我把孩子接到化妆品店。孩子进门的时候都特别高兴，妈妈我回来了，他就说一句赶紧后面写作业去，然后就不管人家了。你想孩子从1年级到3年级，对不对？每次都是我要去教他，比如数学啊、英语、语文啊。你看看，他好歹是个大学是吧？上过大学的，我的文化很低，我的英语水平不怕大家笑话，也就1年级水平，ABCD 对吧？对。到后来。孩子2年级的时候，我已经就教不会了。教不会怎么办呢？我就要查那个翻译嘛，我去翻译。现在就是 watermelon， 对吗？包括那个 animal， 我只会念，但是我都不懂什么意思。你明明你都你进步了。他会干嘛？他不去教孩子呢？你跟着孩子这么一起学，你也本科毕业了。
但是我还有别的事情啊，我不能我围着孩子转。好爹，好爹，对不对？又管接又管送，还管学习，还管做家务，对，新时代的好男人。但是太累了，这样容易猝死。对，原来是怕死。你起码你要帮我负担一部分，对不对？其实孩子的话我也管，但是孩子平常因为爸爸跟他玩的比较多嘛。然后一块儿踢球呀，干嘛的？所以说他比较喜欢爸爸。人家孩子一放学了，我说行，那你先写作业吧。写完作业的话，我们俩分工辅导嘛。因为我是天生不太喜欢数字，不太喜欢算账的。我说行，那数学你辅导，然后语文跟英语我来。每次的话我也都管，只是说写完作业的话一块管。每次管，他所说的每次管的意思，也就是在这2年也就管了那么1次2次。这个老带娃是不是就变得容易嘴碎啊？就絮絮叨叨，这个特别像家里的男人哈，就传统意义上的。这个还不是，我跟您说啊，主持人这样，我在家里面典型的妻管严，这就在家里边就母老虎一样啊，我根本不敢多废话，废话一句，脾气上来之后就要恨不得就要剁了你。就在我们这儿诉诉苦哈。对，不容易不容易，好男人好男人。我们俩去年夏天左右开一个化妆品店。这个店当时开的时候，我就提前跟他说好了，在家里你什么活都不干。我这个店要是这样的话，我家里也干，我店里也干，这样我太累了，是不是？我就说店里面你给他擦一下柜台就可以了。头几天确实是擦，还没有灰尘的时候啊。等到现在日积月累1年以后，根本就不管了，还是我自己擦。现在严重到什么地步？我跟您说，他一进门，手机一接电就开始往吧台一坐，然后吃水果，吃完水果滴了一地水。然后他踩来踩去，我就看到就难受，因为我化妆品店我要干净，我就赶紧擦一下。我一擦，不小心碰到他了，他就开始，你这有眼色没眼色，是不是？这人还在那站着，你就干这活，你不会等我走了再干吗？真这样啊？也不是，其实干活的话我也干，他就是干了表面，就看哪脏的话自己擦一下。但是我每次干活可能我干的比较细，对吧？就是您属于那种1年只干1回，但是彻底清除，是吧？对，也没有那么夸张。我觉得就即使驴粪球表面光，我把表面做干净了，我起码天天看着不烦心，对不对？行，就这抱怨干活干多了吗？还有什么可抱怨的？那还有啊，他爱毛手毛脚的是吧？前几天我们一部分是对外销售这种就实体店嘛，一部分是网络的，靠网络去拍朋友圈什么的。他在朋友圈拍，我那个纯盘大概成本要400多。我们干化妆品的，其实我很早就跟他说了，这样不能看到有指甲的，知道吧？他指甲留得很长，然后做美甲打开那纯盘的时候，那个唇刷掉到里面了，他去够那唇刷，一下直接就把纯盘抠坏了。这个东西我要卖10几套东西，我才能把那成本勾回来的。你是个好买卖人啊！这个我觉得他其实一直在挑我毛病，因为之前对，因为之前我们俩认识的时候，他不是这样的。他之前开化妆品的时候，他就说：“哎呀，他说你就平常喜欢用那些东西，对吧？反正怎么用也是用。我开化妆品店，然后这样你用的也方便，对吧？”他本来开店的时候就说让我用的，我就碰坏一件东西，然后他就不乐意了。碰坏你自己用不就行了吗？是不是？你不至于这样吧？我问一句啊，他是不是对钱不是那么精细的一个人？没错，他平常你就是花销什么的，我都不怕。女人都喜欢买个衣服、买个包，这我都不说啥。你看看现在他买那个首饰，每次买完之后你回来戴也行，就1天戴完之后就放在盒里，戴完之后就放在盒里了。几十块的有，几百的有，上千上万的全都有。上次我丈母娘到我们家来看的时候，她都那个首饰盒带那个玻璃的，我丈母娘摆了一排，说你干嘛？你这是要出去摆摊卖东西去吗？我弄得都特别搞笑。你买了东西你就用嘛，你不用干嘛呢？其实买东西，作为女人都爱买那些东西，对吧？每人都会有那几件搭的，就像你平常穿衣服似的，你那运动鞋还搭牛仔裤呢，对不对？你就不允许我们有几件就是珠宝什么的话，出去能搭配衣服出去场合吗？你们家这个财务谁管呀？没有财务，财什么？一屁股账还财务呢？啥叫一屁股账啊？你想想，我们买房子贷款买车贷款包括这创业，您可能不太了解，这个化妆品这个行业砸本挺大的，也需要做点贷款什么的，每个月还款压力也很大是这样，就财务大部分是给他管，他是只算小账不算大账。那你干嘛不管啊？我再管了，人家是个外地的，嫁到咱天津这边来，我太说不过去了，是不是？还有一样就是，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特别爱拍那个写真照片嘛。因为我看我媳妇儿长得也比较漂亮，是吧？在北京的时候，我们俩在北京认识，那个时候她就是平面模特。我的朋友也认识，我干化妆嘛，我那朋友有很多摄影师什么的，都是免费找他去互拍片，拍完片之后做个样子。就这样的话，我就纳了闷了，拍的照片已经很好看了，是不是？有的我可能今天我已经带过来那个照片了，在大屏幕上看看呀。
那小伙子是你吗？对，那个是我，那个是年轻的时候。真帅啊！对，年轻时候我。啊因为您看这个照片，虽然说标上哪年每年就这10年都在拍照，只是拿了一部分。有的照片是完全1分钱不用花的，自己留的照片；有的照片是每年必须还要花个5、6千块钱去影楼里面去拍。我现在一去影楼里面陪他选片，我特别怕那里面的销售人员就说这次你只要买了之后赠的照片比上次还要多，他就会立马定了。每一年都要续明年的，我就感觉就现在财力没有这么富裕，这些钱该省就该省。他就是总挑我毛病。你说我认识他之前，结婚之前也是这样的，我就喜欢买点首饰啊，然后拍点照片啊，是不是？你也知道呀，为什么到结婚之后刚刚9年你就不耐烦了？我自己上班，我自己赚的钱，我想怎么花怎么花，对吧？这没有错吧，对不对？我又没有手心向上找你要。主持人是这样，他现在还有一个毛病是啥呢？说不过我的时候，直接会上手就会拧你。夏天的时候。拧完这边这胳膊，我就不敢穿半袖了。第2天一看，这全是紫印，有的就爆皮了。不怕大家笑话，就有一次我们俩办事情，那天车限号嘛，然后坐的公交车，我不知道在公交车上我怎么惹恼了他了。他可能就想拧我，但是他没拧到我，他拧的是旁边那个大爷，而且他拧的特别的使劲，知道吧？啊！到最后那个大爷忍了3站地，可能那大爷要下车了，回头跟他说：“闺女，你掐错人了。”然后说了一句，我们俩没搭理，也不知道。闺女，你掐错人了。然后那个大爷又看看我，他掐错人了，指着我。我说你刚才掐人了是吗？他才说是，怎么没掐着你呢？真掐呀！因为主要是他在车上一直在那哆说。你看在台上，你看都是他自己话多，我吵不过他，我就掐他一下让他闭嘴意思。因为毕竟公共场合嘛，对吧？你有什么事你回家不能说嘛，是不是？你一直哆。回家就不掐是吗？回家的话就是逗着玩掐一下。那他说的夸张了是吧？有没有只能穿长袖不用穿就夸张了是吧？那倒没有，我没有这么使劲儿。再说我每次掐他的时候，他也会还过来打我一下。我每次掐他1次，他都会打我2下。你看他说的成家庭暴力了，我就是逗着玩嘛，对不对？你给我掐太疼了，我这儿轻轻碰你2下。我要真打你2下，你还能现在这么漂亮吗？那不浑身都是伤了吗？但是问题是，你们男人的手打人又没有轻没重的。这些东西每次都是你起的矛盾，包括每一次矛盾都是你直接激起来的，对吧？我任劳任怨什么都不干。我这个鼓诉完了吧？鼓诉完了。那你来干嘛？我就是想让他知道，我现在干的活太多了，你能不能分担我一些事情，而且脾气稍微好一点。想明白了啊，他快累死了，给我分担分担，行吗？我觉得就是可能在一起太久了，结婚9年了，可能他就觉得有的一些小事儿吧，感觉我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可能以前上班吧，可能2个人不经常在一起，可能觉得还好一点。现在你说2个人一块开店了，就是天天能见面，可能就是各种。你们俩过去你上什么班？他以前上班是这样，我为什么开这个店，就是因为我自己之前做这个，他也比较爱臭美嘛，我说那就咱自己开一个买卖是吧？你也喜欢，就这样就一直就这么干吧。这段日子有多久啊？我辞职到现在应该是1年半了吧。所有的矛盾都发生在这1年半吗？1年半之前也会有零零散散的吧，就是这样。就这1年半相对比较集中。对，因为现在你想2口子在一块儿做个夫妻店，对吧？每天都在一块儿，然后再回家，这样积累的就更多了。行，我看你夫人还脑子很清楚啊，非常清醒的说，那是因为我们腻在一起的时间太久了，对，你要这样的话，我自己找个班，我还上班不就行吗？这样的话，2人不见面，是不是还好一点呀？你看到我，你也不烦了。其实跟这个根本没有太大的关系。我这开这个店卖化妆品，主要还是为了你，你去给你那些朋友啊、模特啊什么的，你去推广，你去卖你的化妆品，对不对？孩子跟谁亲啊？跟他爸爸比较亲一点吧。他爸比较喜欢陪他玩。哎，你客观评价一下这男人怎么样？他其实结婚之前特别好，因为我们俩认识的时候，就是有一次嘛，他在他姥姥家吧，他姥姥就是吃饭可能岁数比较大了嘛，然后吃饭可能手抖，一抖然后吃了饭掉在哪都是的，比如桌子上、身上、地上都有。他特别有耐心，就是给他擦干净干嘛的，把地都打扫。然后我就觉得他特别有耐心，就特别对家人也特别孝顺。所以说我爸妈就觉得我特别远，嫁过去就不同意嘛，我就没有，就不顾我爸妈反对，硬嫁给他。我就看中他这一点，就是人也孝顺，然后也特别对我也特别包容，然后本身也比我大，他也能照顾我。到现在你看他就是处处感觉都在挑我的毛病。
在现实生活里，他也干活，但是他嘴碎，是吧？他老说，是吧？对，我觉得干活的话，就是谁有时间的话谁干，对吧？你说一天到晚本来就挺累的，没必要再为了谁干家务多谁干家务少而吵架，是不是？哦，那你觉得他累吗？我觉得比我可能累一点吧。哦，是比你累一点。其实我觉得到最后他根本没有意识到那个重点是在哪儿。我讲的明白是，就是即使你不干，我也无所谓，我可以。但是我干的时候，能不能你别挑那么多刺儿，对不对？明明你不干这个活了，干嘛你还得指责我呢？你说我吃东西吃完之后一块儿弄不就行了吗？你说人家还没吃完呢，你在那打扫，一会儿东西不是又滴那儿，你还得再打扫一次吗？是不是？那我就想及时就赶紧给他弄干净。他以前也这样吗？他以前不用啊，以前也差不多。以前的时候他自己干活的时候，他根本都忘记了。现在就手机就跟病毒一样。其实说白了就是被忽视了嘛。一个在婚姻当中被忽视的男人，他时时处处希望让自己挺喜欢的那个女人注意他嘛。主持人，你说我之前孩子小的时候，对吧？刚生下来，我们家孩子早产4斤4两。然后我从小的时候给他拉扯到现在，好不容易3岁了，长大点了，我是不是能喘口气儿了？我好不容易说歇一下，放松一下，你说他就处处挑我理。是。我天天照顾孩子，一照顾3年，我自己一个人带，是不是？我好不容易想放松一下，就不能给我空闲时间吗？是不是？不给你了吗？这孩子不都8岁了吗？不都给了5年吗？对呀，那个想法。他就是刚照顾一下子，也没有照顾太多，然后就挑东挑西。听出来你的委屈了。你的委屈是第一，我远嫁。第二是我带了孩子3年，我那会儿跟坐牢似的，你怎么就不能给我点新鲜空气呢？所以妻子还委屈了，对吧？行吧，今天这个还有法律专家，这里面又涉及到什么掐人呐、动手啊，你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好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首先我要澄清一下哈，他们这个小打小掐的哈，还上升不到法律上讲的家庭暴力这样一个严重的程度。对啊。充其量就是小两口打情骂俏呢。你们的问题没有婚姻当中的严重过错，以及呢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但是今天唐先生为什么来这儿这么委屈呢？您看这个家务他不做，我做；孩子他不管，我管；钱他不去省，我省。结果省来省去，所有的活儿都到您自己身上来了。您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不知道。因为您都做了呀，还用得着他做吗？问题我不做，他一直就不做，那家的有个家的样子。所以呢，我觉得今天这位张女士啊，也不要把丈夫对你的付出都当成理所当然。其实夫妻之间啊，应该是相互体谅、相互关心、相互去照顾对方。婚姻法也规定啊，夫妻之间有相互照顾、相互扶持的义务。其实你们的问题都不是什么大的问题。刚才你在台上反复说，你今天就挑我毛病，你就是这段时间看我不顺眼了。其实我觉得夫妻之间啊，有一方把你们婚姻当中他认为存在的问题提出来，绝对是一件好事。提出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我也希望你能够认真的去倾听唐先生那些心里面的委屈，共同的去协商沟通，把这些问题解决好，这样你们的家庭、你们的婚姻才会过得更加幸福。好，谢谢张老师啊。这夫妻2个人能够结合在一起，本来就是打南边来了一男的，打北边来了一女的，走着走着碰到了一起，得，咱俩当时看对眼了，一起走吧。那我们既然携手了，是不是得同行啊？可是9年的婚姻，你们对待生活的需求，对待婚姻的看法，渐渐的不并肩了。其实男士一直在唠唠叨叨说女生这个不爱做家务啦，干得太少啦，只关注自己了。你有没有关注他呢？他为什么要拍那么多的写真？他为什么那么想留住稍纵即逝的青春？我觉得你多抬眼看看他，比你看那个花了的地强。等你真的抬眼看他，了解他需求是什么，并且愿意陪他并肩前行的时候，那个花了地，我估计他也愿意低头看一看了。女生，我想说的是，其实你做的有很多错误的地方。你说为什么婚前婚后就不一样？那婚前婚后能一样吗？他就是不一样，就是有了一个孩子，他的成长就是需要陪伴，这个责任是责无旁贷的呀。怎么能说那我都3年当老妈子了，我现在就放松放松呗？这个我不支持你。孩子的成长是一瞬即逝，比你的青春还快。你可能保养保养到50岁还可以拍很漂亮的照片，可是孩子再过10年，你还有机会再去陪他写作业吗？你还有机会在他心里种下妈妈很爱他的种子吗？所以你也要回归家庭，你要做的是放下手机，抬眼去看家。
你们都多看看彼此吧，不要只盯着心里的那一点点了，好吗？希望你们能够一直并肩前行，过上幸福和谐的婚姻生活。谢谢。谢谢杨老师。我好像更多的是嗅到了幸福和炫耀的味道。我总觉得唐先生您今儿虽然是抱着一肚子苦水来的哈，但是就是把这个女人放在身边给我们大家看看，你看看，这就是我宠了9年的女人，漂亮吧？您在抱怨很多事情的时候，你也做了呀，这是你宠出来的吗？你惯出来的吗？我们会发现在家庭生活当中，永远有一个人是一直抱怨多的，抱怨多的那个人是什么人？干活多的。因为他永远会觉得凭什么都我干的，你怎么就无动于衷啊？但他边干他边说，你让他停下来不干吧，他停不下来。所以我觉得治这样的人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当他边干边说的时候，嘴碎的时候，就给他一个甜枣，哄哄他，感谢一下，哎呀辛苦了。因为如果你的无动于衷，就会换来他一直唠叨下去。所以另外一半怀有感恩的心、感谢的心，然后这个人心里就会平衡，因为他觉得什么？我的付出有人认可，有人看得见，那就值了。你说他真的能不管家里、不管这个店了吗？不可能。能不再宠你了吗？也不可能。但是不能既不做，也不说，也不表达，那这个婚姻就成一滩死水了吗？最可怕的婚姻状态不是无人陪伴，而是有一个人就在身边，但是对我的付出视而不见，对我的身心没有关注，这是最可怕的状态嘛。所以我觉得挺好的，你挺幸运的，有一个这么宠你的人，但是你要知道感恩，知道看见对方的付出，看到对方的好。谢谢。好，谢谢尚达老师。我觉得尚老师说挺对的，感恩的心其实挺重要的。你呢有一个问题，就站在那个样子，就越来越像，就是什么，就仙女下凡，你知道吗？她是不是仙女下凡？是吧？你当初就把人娶回家，你答应了人家，是吧？这个也不用你干，那个也不用你干。现在突然之间跟他说，哎，不行，那个地你得种一下，那个衣服你得缝一下，他就受不了了。远嫁也好，下嫁也好，都不要抱着一种你必须对我好的那种想法。但凡你抱着这种想法，你一定后悔，对吧？啊，而这个男人做的还好啦，不算差了，活毕竟都干了，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为什么现在你感受不到自己在他那边还是个仙女？是为什么呢？因为你只是长大，你没有成长。你没有工作，就说白了，你们两个人这份生意，一个人也是做，两个人也是做，你在里面没有太大的贡献，你又没有以前的那些模特啊什么的光环。然后他刚才说了一句，你那些模特朋友怎么样，估计他也没有在模特朋友那边太推销，对吧？啊，你看，本来希望你拓展的人脉关系，你也没有拓展。不是说这些事儿是应该你干的，而是说这些事儿本来是可以让你继续有光环的，但是你都没有做，所以你的光环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了。所以我说你一直只是长大，你没有成长，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你们现在有一个问题，其实他看出来了，确实你现在对他有一点不满。这个不满，我说白了，你们就是相看两生厌，这个心里面是绝对是有一点的。你们在一起时间太长了，他听你的唠叨听的时间太长了，你看着他那个无所事的样子也太长了。就算是在一个亲密关系里面，我们日常也只有晚上或者休息的时候两个人在一起，结果你们呢24小时在一起，这种过度相处很难免生出相看两生厌的状态来。需要的可能还真的是你再去找一份工作，可能这件事情对于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来说是一剂更好的补药。就这样，谢谢。好，谢谢陆琪老师啊。我看到的是细节暴露出了重大问题，怎么会9年跟自己丈夫的这些朋友还那么生分？我平常就是确实不太爱说话什么的。你是这个男人的妻子吗？你考虑过他的感受吗？这就是第一个细节。第二个细节说，这么点儿的这个8岁的这个小男孩跟父亲的关系特别好，
这是现在大多数的家庭不具备的，其实挺让人羡慕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个妈妈对这爷儿俩都不是特别关心。你心里说实话，你觉得嫁给他亏吗？不亏吧？你看，他的回答是不亏吧？不亏吧就是亏吗？咋亏了呢？挺好的一个男人，你真的一点都不亏，他真的把你当……但是这个也快不稀罕了，因为怨言已经有了，再堆积下去，可能冲突就会升级了。你今天的做法特别好，敲个警钟吧。我希望在一会儿的60秒的时间里，我能听妻子跟丈夫好吧？如果你可以的话，请你把嘴闭上，听一听。来，一起进入真情热火。其实我没让你说。其实今天我确实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我以后我也会少看点手机，对孩子多关爱一些。但是我也希望我对象以后就是能对我多一点包容，因为现在刚9年就这样子了。如果他要是再没完没了挑我毛病的话，我就不知道以后几十年怎么过。你让我改的，我也都会有所改变，但是我也希望你能改一下。其实我只是希望你能分担我一些事情就可以了，即使不分担的话，不要埋怨我就可以。你那段表述我觉得很让我奇怪，少玩手机，多关心孩子，怎么就没说要关心关心他呢？还有多关心一下老公。对，你不能老说我们9年你就这样对我，那你怎么对他的呀？张女士啊，我插句话好吗？你觉得你自己爱你这老公吗？希望你爱不是说出来的，爱还要用行动去践行。希望未来你们的生活都是用爱去相互珍惜的。谢谢两位哈，请回。来，请关门，开门。我爱你，你爱我，我们再也找不到节奏，就像是第一次一起飞着爱情的自由。我爱你，你爱我。我跟先生的妻子说一句话，10几年了，是什么人都考察过了，我觉得可以了，好好的跟他过日子，好好爱他吧，好好珍惜吧。谢谢两位，请回吧。谢谢主持人，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导师，谢谢小师，谢谢啊。祝他们幸福，愿他们开心。了解下一个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恋爱这么久了，到现在我都无法再次信任他，始终有一个心结在我心里解不开，因为我看到了一些不该看到的东西，我真的是受不了了。虽然他道歉过解释过，但我真的无法释怀，我感受不到他对我的爱。我觉得信任就像一张揉皱了的纸，怎么也回不去当初的样子了。我现在真的很迷茫，我该放弃吗？有请这对情侣，有请。小郭22岁，来自陕西销售；小武24岁，来自山西舞蹈老师。欢迎两位哈，怎么认识的？之前的话是我刚毕业嘛，两个人在一家单位里，然后他也在那边上班，我也在那边上班，就同事关系慢慢发展到了情侣。哦，谈了几年了？1年多了。今天是谁要来的呀？是我对他不是特别的信任，但是我又对他有感情，我不知道接下来应该怎么做。为什么不相信他呢？因为他之前我有一次无意的去看了他的手机，然后发现他跟其他女孩子在聊天，就特别伤害我。聊了些什么让你特伤害啊？就是他跟那个女孩子说他其实有喜欢的人，他不喜欢我，就没有想过要跟我在一起。当时的话是我们在一起的话大概有半年多了，其实当时的话感情其实已经有点淡下去了，因为那时候我工作也比较忙，
然后我那时候挺怀疑我跟他那段感情的，然后新换的工作吧，应酬又比较多，喝了酒可能就是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其实这个是我当时跟他有道过歉的。哦，就从那儿开始你不信任他了是吧？对，但是那个女孩子她之前跟我说那是她的妹妹的，我以为真的是她妹妹，但是她其实并不是她的妹妹。什么又是妹妹又？就是我知道有这个女孩子的存在，但是呢，她之前跟我解释这个是她的妹妹，后来她又跟我说这个女孩子其实是喜欢她的。哦，她跟一个喜欢她的女孩子说这些事情，明白了，就让我感到很难过。当时我是跟他讲过的，这个女孩确实年龄比我小一点嘛，学校里就认识的啊。然后我跟他讲过，那个女生是不是喜欢你？是。那你跟这个女生说你不喜欢你现在的女朋友是什么意思呢？当时的话，可能对感情产生了怀疑。如果说我当时想要跟你分的话，其实我在那个月就跟你分手了，不会说到下个月才会被你发现。后面我是想通这件事情了，我觉得可能是当时我自己脑袋脑抽吧，然后喝了酒，然后我觉得好像是不是他某些方面管我管得太那啥了，想要跟他分手，但是我后面想通了，我也是跟他道过歉。后面的话，我自己的工资啊，我都是上交给他了。上交工资代表什么呀？因为我觉得一个男人嘛，他自己没有钱，你肯定出去想做什么都做不了，没钱寸步难行呀。哦，我把钱交给你，我没钱我就老实了，是这意思吧？对，所以我觉得我是做了补偿的。这种钱给了他之后，他到现在也是一天就给我10块钱的一个生活费。我们全公司都知道，因为我的工作性质不能关手机的一个信息，所以他每天中午给我转发一点，就是您的支付宝到账10元，我们整个办公室都在笑话我。哦，那你这个声音关了不就完了吗？可以关啊，但是男同事在一起，咱下午出去喝个水呀，对吧？喝个咖啡呀，这钱都没有？没有，我们同事人家现在给我买水，我都不好意思接，总归你不能老是去贪人家便宜啊。但是你不能跟我说嘛，你跟我说我会给你的呀。那你什么都不跟我说，有什么事情都跟其他女孩子说。我没有跟其他女孩子说。后来还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就后来又出事了。对，我有一次又去翻他手机，他那个聊天的那个搜索栏上面还是那个女孩子的名字，然后我就随便点进去了，他上面的聊天记录都没有了，就剩下最后一句他说的话了，上面他都删了。说的什么？借我点钱吧。不是，好像在回答那个女孩子。这个事情我是跟他有报备过的，就是当时的话，因为我毕业要比那个女生要早1届，然后的话，他也是到我们那个城市去工作。他来这边工作的话，他需要租房，他需要去找一些靠谱一点的小区。人家问我这个事情，我是跟他讲过的，但是我没有跟他讲具体什么名字，就说有个女性朋友委托我帮忙，他是同意的。那我就才去帮了这件事情。我后面为什么会删这个聊天记录？是我害怕他又看到我在跟人家聊天，他又要跟我吵架，我实在不想跟他吵这块事情。我发的最后一个消息，我自己是记着的。我发的啥？就是那边我给他介绍了一家房东，让他过去看人家房子，我问一下怎么样。哦。然后自从这次之后呢，我是把这个女孩子的微信和 QQ 是全部都是删除掉的。那是你自己要删的，我又没有逼你。我觉得我不想让你再跟我因为他吵架，我就直接把他删掉，一劳永逸啊。那你为什么要删掉上面聊天记录呢？我觉得你就是疑心病有点重啊。他什么都疑神疑鬼。我之前我们公司因为年底的时候比较忙，那时候我是一直晚上一直在加班，然后等我下班结束到家之后已经11点多了，我还要准备明天我工作要用的一些资料、一些客户的一些材料。然后呢，我办公的时候我可能就说想放松一下，我就听首歌，我就听一首歌。他就要在那里觉得我是在有什么事情在瞒着他。但是你听的是什么歌？他听的是我爱他。我爱他？对，这怎么了呢？就是我当时真的特别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就是他应该听我爱你，对吧？他不应该听我爱他，是这意思吗？我觉得他有其他的想法的。我实际上没有啊，我就是比较累，我看到一些网络红人在翻唱歌曲啊，我又觉得旋律很好听。啥歌词啊？讲之前一段感情的那种，但是我喜欢它的旋律啊。这没啥，你真的为这个歌就跟他打啊？这个歌明明是很早之前的歌了，就是现在不会有人再翻出来。他突然去翻出来听这首歌，就是我觉得他就是有其他想法。那我没有想法啊。那天晚上他脾气反倒很大，他就在那边吵我骂我，然后呢就是我没有骂你，我就是想让你来哄我一下。但是你又不哄我，你还摔门就走了。那我觉得我什么都没有做错啊，我做错什么？我就听了首歌。那我觉得你有其他想法。我没有啊。你之前都有想法，你都跟别人说，你现在有想法，我觉得你也会跟别人说的。我怎么相信你啊？
他之前是有，他不承认他错了吗？但是我也没有原谅他呀。不是，那你不原谅他，分了得了。但我又对他有感情，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哎呀，你这还挺拧巴的，你知道吗？就是我也不原谅你，但是我就还喜欢你。你这逻辑我怎么觉得是这么一个逻辑啊，姑娘？不是。我觉得吧，我能做的我都做了，但我现在做什么事情他都是这个样子的。用电脑我可能打会游戏，因为我现在没有别的爱好。我的朋友他们出去吃饭都不叫我的啊，你是对，管得太严了。而且我朋友请我出去吃个饭，就最便宜的吃个烧烤吧，100块钱200块钱，我都没有钱请人家，我要存1个月的钱才能去还请人家一顿烧烤，还是我也给过你呀，你说你去吃饭，我也会给你钱的呀。现在的话，我平时在公司里面，我们老板都知道这个事情。你也是孤独寂寞冷嘛，所以就打游戏。打游戏怎么了呢？但我在那边打个游戏，按个键盘，他都说我在跟女孩子聊天。那你明明之前做过那样的事情啊，表面上对我那么好，然后背地里又说那样的话。我没有啊，我那次确实是我的问题，我承认啊。但我从那次之后我就改掉了呀。但你后来还不是又发生了一次吗？那次我跟你报备过的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我怎么知道？那你为什么要删掉？你女朋友是不是特别情绪化的一个女孩啊？对。其实我觉得他有时候有些事情是吧，他喜欢自己藏在心里面啊，他不跟你说，他就默默的在那里哭。但我自己难过，我当然自己哭啦。但是你又不哄我，我怎么去哄你？我都不知道从哪个点去切入去哄你啊，要不然分了得了。但是说实话吧，我能为他把经济权全都给他，我真的蛮喜欢他的。他算是我自己真正意义上算是一个初恋。哦，我是想跟他去走下去的，但他现在就是不信我，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总归是一个双向的。我把我的隐私权全部打开给他，让他来信任我。我的银行卡密码、支付宝密码、手机密码，他全部都知道的。他的什么东西我都不了解啊！你为啥不去试着了解呢？我想去了解呀。啊，他自己的话，我说的不是了解人家的密码啊，是了解这个人嘛。我有去了解过他啊，咋样？他的话其实性格挺好的啊，人也很好，人长得也蛮漂亮的。这不叫了解。哎呦，一说好看，你看他还美上了，对，还乐了呢，对。对。然后呢？他自己的话，性格也很温和，是真的很适合我和他一起去长久走下去的啊。但是他就是有一些小脾气，我现在不管去做什么，他都是这样不相信我。我觉得我把我能做的都做了。你们这一对年轻人的爱情真是看不懂了，就没事在那闹呗。老是想着他跟各种小女生在那儿那个是吧？他本来就是嘛。我没有。我觉得他就是欺骗了我，就表面上对我好，但背地里又那样。对，面对一个欺骗你的男人，你应该做出怎样理智的决定呢？我要跟他分手了，但是他不跟我分啊。那你可以自己走啊。但是我对他还是有感情的。你们俩不知道在那儿虐恋什么呢？他说他相当于是初恋，你这个算初恋吗？不是。以前恋爱当中受过伤吗？受过，也是类似于背叛之类的事情。哦，现在的状态就是这么个状态，你不再相信他说的任何话，是这意思吗？对。啊，你很苦恼，因为他不相信你。对，我做什么我都觉得没有用。来，各位老师，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特别想知道，你看到的唯一没被他删掉的那一次聊天记录，到底聊了啥？他就说他不喜欢我，然后他其实心里有其他人。那其他人他说是谁了吗？没有。说是那女生吗？显然也不是。对。如果说他喜欢的是那跟他聊天的女生，他就直接说我不爱我现在的女朋友，我爱的是你，并没有这样，对不对？这是你唯一看到的证据。然后第二次你说他已经删了，所以你也没看到什么。那么就这点东西，你怎么就能认定他是一个花心诚信、不可依赖的、不可信任的男人呢？那他没问题，他就不会删的呀。人家刚才解释了，是因为第一次被你发现以后，结果把自己的身家都搭进去，才把你挽救回来。他没有什么东西再拿出来求你原谅了，所以他把聊天记录给删了呀，免得你怀疑他在跟他联系嘛。但他这样做不就是在欲盖弥彰吗？那也就是说，您认为他实际上是可能有问题？对。你们的感情也需要你们两个人共同去珍惜，不要捕风捉影，更不要草木皆兵。你说对吗？当然了，我也得跟这小伙子说几句了哈。你说你好好的，你给那姑娘发什么微信啊？跟女朋友之间有什么问题，你们两个人坐下来好好解决。有什么事情是不能说的呢？
所以其实呢，表面上看起来是女方在无理取闹，实际上是这个女生没有了安全感。我觉得你们的问题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大，那2条微信都不能代表什么。我倒觉得你们2位年轻人啊，可能在日常的交往当中还是缺少真正的坦诚的沟通。那么你用的方式是求，是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对。而这姑娘呢，用的是作。我希望真的姑娘你好好想一想，如果你真的爱这个男人，那你就跟他敞开心扉。我觉得呢，问题不大，好好沟通吧。谢谢张老师。严老师，我怎么觉得问题好大啊？真的，张老师，问题大在你们2个人根本不是在谈爱，这不是一段爱情。女生特别奇怪，明明一开始她跟别人有你认为的不够忠心，她错了，对吗？但你惩罚的是自己，哎，你一直在用各种方式让自己不愉快，查他、盯他，跟他发生冲突。你既然觉得这个人不可信任，分手就可以了，你却一再的去更加关注他，把他的钱收过来，把他的人管起来，然后一边说着你这个人就是花心，他随便聊个天就一定是和女生在聊，他放首歌就一定是想起了别的女生。我不觉得你是在跟他要爱，或者是你是因为爱他而这样让自己痛苦不堪。你就是在这种关系中想寻求一种优越感。你看，是你错了，我是好的。这种证明有什么意义吗？我希望你放过自己。男生也可奇怪了，我就不能理解说，我前一刻喝完酒和一个女生说，哎，我其实不爱她，后一刻我就痛改前非，把钱都给了她了。你觉得自己当时不够坚定？想清楚之后就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证明自己吗？正常的思路是我做错了，我给我女朋友一个相信我的机会，我去弥补。但是这个是有度的，而不是用一种特别扭曲的方式来澄清自己。所以你对他，我认为也不是爱，也是想证明给自己看，你看我其实是个好男人，我做错了，我现在回头，我也是那个纯净的爱情中的人。这都不是真的爱，这无非都是想让自己在这场感情中有优越感。所以我觉得你们之间没有什么所谓的爱和互相的欣赏，都是彼此的虐恋。那不如放过自己，放过对方，找一个开开心心的，何必活得这么憋屈呢？谢谢严老师。沙大老师，先说一下刚才那个张老师说到跟女生发微信这件事儿，就张老师可能觉得这是个小问题，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任何的情感一定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如果不喜欢他，你不应该跟一个你喜欢你的女人去说我不喜欢我现在女朋友了，你应该告诉他呀。你跟人家说得着吗？到底是醉酒还是清醒，谁知道？好，你的感情是洁癖的，你接受不了，那你走啊。你现在不是对他还有感情，你是还没欺负够他，还没出够气，你是有优越感的，所以你会觉得出不了这口气呀，就怎么你能跟我在一起，还能喜欢上别人？你还想找一什么样的呀？所以既然这个时候大家已经信任的这个口子撕开了，没有了，那干嘛还绑在一起？一个拼命努力的表忠心，一个拼命努力的我得折磨够他，所以没必要。因为信任就像女生穿那个丝袜，她裂开一个小口子，她就会无限的放大。其实你早就已经不信任她了，但你的这种不信任不是说出于被伤害了之后的那种伤心或者心痛或者什么，你是出于不甘心。既然2个人都已经其实有点受不了对方了，都在忍，那就干脆算了吧，就不要一个口口声声说我一直在悔过，另外一个拒绝不接受，但还说我有感情。没有，折磨的差不多了，你接受不了那就走，如果接受了翻篇儿，就好好过。谢谢。谢谢沙大老师啊。你们之间整个状态是不对的，乌云密布的，阴沉沉的，你们的整个生活的状态也是不对的。我觉得年轻人，一个22岁，一个24岁，你们不应该过这样的生活。你要的不就是这个吗？创伤，反复体会这个创伤，在这里面感受到痛和愉悦，来来回回就这一点嘛。真的痛到不能忍受了，不就分手了吗？
就因为通完之后还有愉悦嘛，所以在你们心目中爱到底是什么？你们爱的是对方吗？说句实在话，我们为什么要从爱人身上去要求对方给自己安全感？我一直没搞清楚这个东西。你要给我安全感，你要对我忠诚，你要只爱我一个人，这些都是给不了的。爱是自愿的，你要做的选择就是我离开他或者不离开他嘛。你选择留在他身边，不就是原谅他了吗？原谅他了之后，你为什么要再虐待他和虐待自己呢？真正的安全感是你要有知道爱的能力，你要有能感受爱的能力，有能够付出爱的动力，要有能够离开爱的实力。这些东西，我相信你一样都没有，我相信你也一样都没有，这才是就这样。好，谢谢陆琪老师哈。在一段关系当中，如果两个人之间不能坦诚，这个关系本身是不健康的。啊，时间留给你们吧，一起进入真情流露。我承认我之前是真的做了一些错事，但我也给你道过歉。我从那次之后我就已经在改变了，所以我不希望我们还是像这样，我们因为一些之前的一些事情老是在吵架，不停的吵架。我觉得我们可以把这种感情经营得更好，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我们无非就是少一点沟通。我希望你自己心里不要藏事情，我也不要把我的事情藏在那里。我们找个时间，我们把这些东西全部都讲出来，我们把自己的想法、把自己的看法全部都讲出来，看彼此能不能接受。我觉得我们是有能力去把这个感情好好的走下去的，好吧？但是你之前对我的伤害真的挺大的。都过去了。哎，谢谢两位，请回吧。我会好好的，好吧？我会好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来见证属于这对年轻人自己的浪漫时刻，请见证。哎，请亮灯吧。生活是自己选的，对吧？啊，那你们好好过去吧。谢谢两位，请回吧。是。一起进入爱情保鲜剂。有网友提问说，当初呢，我不顾父母的反对，远嫁了现在的老公。可是呢，结婚没2年，他对这个家的感情就淡了。我发现呀，他总是跟女同事半夜聊天，还给别的异性买口红。后来呢，我父母身体不好，我让他和我回家看看，他也不去。这个家对于他来说，是不是根本不重要？我想离婚，却又没有勇气，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跟你说的是，远嫁其实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能力。如果你现在已经发现了婚姻生活当中的问题，不及时止损的话，那你未来不是没有勇气，而是没有了你的人生。蛋白粉动植物优质双蛋白，本栏目由汤臣倍健冠名播出，感谢汤臣倍健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也要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